敖乙顿时双眼放光，定声道：敖乙定不会让哥哥失望。当下转过身形，摩拳擦掌，已经准备大干一场了。待敖乙走后，龙吉眨了眨眼，左右思量，总算是回过神来，捂着薄唇一阵轻笑，又拿着自己的记事玉符在其内写下：海神不仅稳健严谨，也不缺有趣之性情，而且也太坏了些，竟故意给自己帐下副统领下圈套，以海中奇貌女子捉。龙吉，李长寿的嗓音又飘了过来，一些小事就不必记下了，若是被旁人知晓，还道我有意为难便装，便装前程堪忧矣。龙吉下意识地坐直身子，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眼底一阵错愕。海神怎么知晓我在玉符中写什么？这玉符是母亲赐下的，也是一件宝物的书啊。是，我这就擦去。龙吉连忙地应了一声，将玉符内的话语擦掉。李长寿继续提笔画水路，嘴边的笑容敛去，大半心神落在旁处，应对西方教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扰袭。收龙之事，此时讲究一急一徐。接下来这11年多，自己只需要抽空见一见南海龙王与北海龙王，其他的就让龙族自己琢磨体会吧。话又说回来啊，西方教的行动当真是有些缓慢。李长寿紧张了半个月，总算是捕捉到了敌踪。各地海神庙陆续的出现了一些行踪诡异之人，但是熊寨神使们早已经人去庙空了。这半个月，李长寿又修改了此前的计策，由全面躲藏变成了主动诱敌，让精锐神使们走出了地下的安全屋，在海神大庙内活动。原计划中，各地张贴出告示，言说海神神使们要去晋升神力。李长寿又加大力度，在各处留下无数的线索，这些线索直指海神大庙，将西方教派来的刽子手们引到了安水城附近。翻修过后的海神大庙容纳1400多名神使绰绰有余。这半个月，李长寿每一次仙师扫过自家海神庙，都会忍不住脑补一些上辈子某节目经典的旁白嗓音。春天到了，又到了巫人族活跃的季节。南海之滨的安水城中迎来了一声声充满力量感的呼喝。看，巫人们走出自己的房屋，聚集在海神庙那宽敞的广场与后院，鼓起他们引以为豪的强壮肌肉，将除了房屋和基地之外能举起的东西都举了起来，由此展示着自己的强壮。强壮是巫人族面对未知恐惧时最好的良药，而这些神使并非单纯依靠强壮来吸引异性的注意，他们还有各自的绝活，比如快板、口水歌、说书、编故事。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磨砺着身为海神教神使的专项技能，并攀比着自己传教过的城池数量。简而言之，这半个月休假的神使们十分的悠闲，而促使李长寿修改计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地府来巫。其实啊，就在那些神使之中混杂着几十位真正的巫族，还是上古纯血战巫。这般的巫族若损伤一个就少一个，平日里极少在地府活动。但是李长寿这回啊，硬是请回来了近50位。化自当日，李长寿带几名巫人去了地府，畅通无阻抵达了丰都城外，见到了牛头马面2位老铁。一见到牛头马面，熊老三等几名巫人顿时大哭。等情绪到位了，李长寿开始沉声讲述发生了何事。牛头马面是哪般脾性啊？一听说为海神效命的巫人族竟然被西方教这般大教给针对了，西方搞不定海神，就拿他们巫族后裔撒气，
两位勾魂使者当场就大怒，摘下头套一阵跺脚，口中骂骂咧咧的，二话不说就扛起几名巫人，身形飞快的就消失无踪了。不过半日，牛头马面扛着熊老三几个人，带着几十名怒气冲冲的暴躁老哥回返。他们跟着李长寿回了海神大庙，混在神使之中，准备随时抱起反击。若问地府巫族为何不畏惧有圣人的西方教，哼，哥们儿祖上盘古，试问哪个不服？他们巫族上对天下对地，对过的大能不计其数，自远古而来，靠着打猎就在上古被称之为大地的霸主。今日面对西方教，完全就没有带怕的。顺带，牛头马面代表大巫祭，对海神这般顾念巫人族安危表示了深切的感激。如果不是李长寿拦着，估计又会弄一群土特产带回来。大概的情况就是这般了。李长寿自不会就此作弊上官，一边默默地准备着指道人军团。这一仗总不能全靠巫族去顶，一边将安水城方圆数千里都纳入了指道人的监视体系。几支指道人同时催发仙使，整合讯息，投影到本体心底。西方教所派之人根本就无处躲藏，冒头就被发现。这一次西方派来的高手寥寥无几，更无文静金蝉子这个级别的存在，大半都是妖族跟脚，还有一些深海大妖的余孽。显然西方教觉得对付巫人易如反掌。从西方教之人抵达南海之滨开始算起，不过3日，已经有数百大妖出现在安水城之外数百里。有几名擅长潜踪的大妖已经是伪装成凡人，摸到了海神庙附近探听情报。李长寿思前想后，决定将战场放在城外，不然安水城中的凡人定会出现大片的死伤。于是李长寿暗中找牛头马面细细商量，定下了主动出击的策略。第4日黄昏时分，城外大妖开始聚集，估计是准备天黑偷袭。李长寿决意抢先出手，先是对牛头马面传声叮嘱，将一具金仙境的指导人化成了熊寨神使的体型，喊上几名神使，5、6个壮汉大摇大摆地出了海神庙大门，在外面热热闹闹的集市上随意走动。逛了片刻，李长寿在一名妖族伪装成的瓜贩面前停下了脚步。他俯身拿起一只大瓜，手指轻轻地敲了敲。那妖族瓜贩反应神速，笑道：大人，您口渴了，拿去吃就是了。愿海神庇护着你。你看，这连祝福语都错了。李长寿冷笑了一声，哼，你这瓜保熟吗？啊？我就问你，你这瓜保不保熟？那妖族的瓜贩依然有些懵神儿。大人您说笑了，咱们的瓜都是沙土地里种出来的，不熟我能拿出来卖吗？这名扮作了瓜贩的大妖此时反应也是颇为迅速，眼珠子一转，点头哈腰。也就是说你这瓜保熟？李长寿冷笑了一声，轻轻地抛动着手中的大瓜。哼，若这瓜不熟，你怎么着？大人，我是安分守己的卖瓜人，不可能卖给您生瓜蛋子呀。妖族瓜贩额头沁出了少许冷汗，手脚都有些哆嗦。这大妖自己也不知他为何会这般惧怕一个巫人，他们这一次来就是要灭掉这些海神教的巫人神使。但是现在仅是一只瓜，仅是听到了对方几句不轻不重的诘问，就仿佛是中了某种咒法，让这头大妖的心神几乎失守。妖族瓜贩小声问：大人，我这瓜我不卖了行吗？不卖？你莫非是在暗指我欺行霸市？李长寿的熊指道人大眼一瞪，左手快若幻影，直接逮住这妖族瓜贩的衣领，用力一提。妖族瓜贩反应慢了半拍，等他想闪躲，眼前已经是一片浑噩，妖力完全失去感应。妖魂封阵。李长寿的左手松开对方的衣领，顺势就推出一掌。
这一掌似乎毫不着力，摁在这瓜贩的胸口，但瓜贩胸口荡出淡淡的青色波痕，一袭黑影自瓜贩背后窜出，砸在这瓜堆之上。这瓜贩的身体顿时萎靡下去，气息全无，魂魄丧尽，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而那一道黑影此刻被李长寿的仙力禁锢，在瓜堆上现出本体，竟是一只形似鹳的妖兽。妖，拿下！李长寿大喝一声，身后几位神使立刻就冲了上去，几条比常人大腿还粗的臂膀一伸一抓，差点把这头大妖直接撕碎。这些年呐，可能是营养过头了，熊寨神使们的神力多多少少都有了一些提升。当然了，他们的实力都被半夜被跌打的小灵力丢在了身后。这一瞬画出原形，被封了妖魂，又被几名熊寨壮汉摁住的这头大妖突然就明白了，瓜保不保熟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凡人务农问题，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商贩信誉问题，也可能是一个哲学问题，更可能是本地人族专有的街头暗号。不管如何，他都上当了，被对方转移了注意力，没能捉到半点反击的机会。人族何其狡猾呀！李长寿又屈指一点，这头大妖顿时就被废了修为。而周遭的凡人反应慢了3拍，此时已经是尖叫连连，就是画风有点不太对呀。海神显灵了啊！神使大人捉到妖怪了！哇，这么大个头的妖兽，这要是烤了能吃几顿啊？这个李长寿的嘴角一阵抽搐，安水城的这些凡人一个个怎么越来越没谱了？这是天仙境大妖，如果没几个能打的人族炼器士在此地，这头大妖片刻就能灭了一座城池。虽然这么干，这头大妖也会业障缠身，结局必然是被天罚给劈死。罢了，怎么能怪信众犯了错，是我给他保护过了火。正此时，躲藏在附近混入城中的其他几只大妖已经是趁乱朝着各处角落闪躲。李长寿已主动发难，如何会放过他们？当下李长寿大喊一声，让大家伙儿别学习新教义了，都出来搜城，城里面进了妖，肯定还有其他的妖。一旁有神使问，大人，这头茶精怎么办呢？抬去城外烤了，记得带一点葱姜蒜。其余几头大妖闻言不由得哆嗦了几下，一头大妖按捺不住，直接撕碎他套用的躯壳，露出银鹰真身，在空中发出一声厉啸，展翅朝着城外飞遁。一时激起千层浪啊！海神大庙大门被推开，数百名身强力壮的海神教神使提着铁锤、大刀、快板等各类仙宝，口中哇哇乱叫，对着各处一阵大喊。有的喊凡人立刻原地蹲下，稍后赶紧归家；有的喊不要让那头妖跑了，那头银鹰少说也有几千年份，吃了肯定大补啊！剩下的3头大妖顿时就慌了神，尤其是这些海神教神使之中，还有数十道隐藏不住的凶杀气息。这些气息十分的古怪，就如他们妖族的天敌般，让这些妖族心肝乱颤呐！快走！那几名大妖各自撕开皮囊，化出本体，疯狂地朝着城外逃窜。安水城的小片区域顿时大乱，几头大妖在前匆忙奔逃，数百名最为强壮的海神教神使举着各类兵刃从后追赶，一个个奔驰如风。熊寨汉子和女汉子们为了不撞死凡人，还特意跳到了一排排屋顶上发足疾驰。而城中的这些凡人有点小激动，还有点小兴奋，他们奔走相告，呼朋唤友，很神奇地克服了源于本能的恐惧。在满头黑线的李长寿的注视之下，一个个追随着房顶上的神使大人们笑着闹着。海神教范围内，看来要搞一次大范围的安全知识普及教育了。片刻之后，数百神使冲出安水城，那几头大妖却是得了命令，不急不缓地飞着。
如同鱼饵一般，吊着海神教神使朝着城外的一处密林进发。前方自然是存在妖族的陷阱，但是有海神大人一刻不停的传声，这些神使没有半分恐惧。几十位身形更接近于先天道躯的纯血巫族，悄悄地混到了较为靠前的位置，借着巫人混乱的气息掩盖着自身的存在。密林中妖气密布，城池外巫人凶猛，而李长寿不慌不忙地按照计划行事，在那密林地下已经是悄悄地埋伏了数名指道人，撒一点点迷药，放一点点寂寞。西方教派来的这批刽子手在此地密林中做了一个简单的包围圈，而几名实力最强的大妖躲在最后面，已经商议好了出手的时机。他们想等众海神教神使冲入埋伏圈正中，而后四面包抄，同时发难，最快速度解决战斗，攻城身退，回去领奖。看巫人这般憨憨只会冲锋陷阵的样子，这些妖族也是不由得起了轻视之心。巫上古铁憨憨矣。然而呢，这几名大妖很快就是一脸懵懵然，变故来得太快，让妖措手不及啊！那数百名海神教神使刚刚冲入林中，抵达妖族包围圈外围，一棵大树后面突然就窜出了一头黑熊精，扭头大吼一声：小的遵命，这就冲在最前。言罢发足狂奔，对着数百神使发起了冲锋。数百丈之外，从树冠中跳出了一名白衣妖男，大喊道：杀！埋伏在各处的妖族立刻冲出了20-30只，追着黑熊精冲了上去。